欢迎收看《立懂什么》，我是丽丽。今天这集继续谈校园霸凌。那谈到这个课题，我们今天来到了它的核心现场——校园。那在这个地方呢，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也可能会是他们受伤的地方。所以，当校园霸凌发生的时候，学生、学校、家长、老师各方面应该如何应付？他们又可以如何合作去防止下一次呢？非常感谢这一集的荣誉赞助 Cola Kids， 一个马来西亚品牌可水洗书包，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跨州来到森美兰的波德森中华中学来拜访一校之长，也就是张永庆博士。那张校长呢，深耕教育界多年，陪伴过无数的学生和家长，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透过他校长的视角来看一看校园霸凌这个课题的全貌。就校长，我知道说，之前在别的学校，然后现在来到播中，已经当校长当了15年，对吧？所以这一路走来，其实你见证了不同世代的学生，所以在你眼里，在你的观察当中，校园霸凌这一件事情，其实在过去这10多年里面起了怎样的变化？网络的出现导致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霸凌的现象，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还有一个不变的是，青少年在这过程中有一些会受到蛮大的伤害。所以，当校园霸凌延伸到网络之前，是你在校园里面你看得到，你可以喝止他，你可以惩罚他。但是当大家延伸到网络的时候，学校还管得了吗？我们学校还是有管，就是说它其实主要是靠学生的力量，学生来举报或者投报，就是受害者来举报，或者是受害者的朋友来举报，那我们一定会处理。那处理的方法就是请了解双方的那些过程，然后请他们删除有关的那个霸凌的语言，这个是我们看得到的。一般上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我觉得网络上或者社交媒体，因为他们本身会成立群组嘛，那至少我们看得到的群组是比较干净的。发生在网络上的社交媒体或者是那个他们的群组里面的那些有霸凌性质的字眼，比如说攻击对方的长相啊，或者语言上的一种不客气的那么我们还是有办法处理，就是那个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朋友会跟我们的老师或者训导处报告，然后因为我们学校不大嘛，才800个人，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在当天就教有关的学生，然后了解两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然后请他们删除有关的语言，让他们和好如初就进行这样的教育工作了。那学校小有学校小的好，但是这毕竟不是大多数。譬如说在雪隆区那种，或者是其他一线城市，甚至唯一少有二线城市少有一些学校这样子，它比较大型。这样从你做校长行政上的这些经验，你觉得霸凌这个问题去到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学校的时候，可以怎样的更有效去解决？我觉得老师一定要去关注这些问题，然后要增加更多对霸凌的认识。因为学生通常会用我是跟你开玩笑的嘛，那到训导老师面前说，我是开玩笑的。那如果老师本身的那个辨识这个问题的能力不够的话，就可能就是让学生就是表面上他不给你看到，但私底下他们会继续进行霸凌，从面对面的霸凌转变成网络上的霸凌，从我直接霸凌你，然后叫我的朋友霸凌你这一类的。因为他霸凌有几个特色，第一，他是有长期性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一次或者两次的这种霸凌，因为它本身就造成一个伤害，你不处理的话，它会延续下去。第二，他一定有一个伤害对方的这个行为。第三，他可能有一个权力的关系，就权势的关系，我可能比你大，或者某项比你强，然后我霸凌你，他会有他通常会有这个集体的行为，所以不管大校还是小校，在所有的学校，因为人多的地方，他一定会有这个霸凌的行为。那么这个霸凌的行为，除了我们老师要增加我们的那个辨识的能力，重视这个事情，老师千万不可以说，哎呀，小事啦，算了啦，大方一点啦，那么小气干嘛？就不好这个样子，因为学生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学生受到恶度的、轻微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老师应该说怎样的一句话？嗯就表示同理，
或者说你现在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觉得你很伤心，对吗？那伤心的程度可以告诉我吗？比如说从0到10，你觉得你处于哪一个刻度里面？那你先掌握了学生的情况，先安抚他的情绪。因为你如果没安抚他的情绪，他就回家去跟妈妈讲，然后讲的声泪俱下，然后妈妈会问一句：“你有告诉老师吗？”“有啊。”那老师说什么？老师说：没事啊。”玩而已啊。对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对，所以如果那个学生的情绪被安抚了，那么他到妈妈面前，他就不会有这么高涨的情绪。那妈妈跟他谈话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比较详尽一点问：“哎，你们谈话多少分钟啊？里面你最觉得安慰的一句话是什么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普通老师的谈话，对这个学生安抚情绪，来阻止那个事情的蔓延是很重要的，因为不然的话，家长又过来了，然后那个班上的气氛就坏了。校园霸凌这一块，因为科技的关系，因为网络社媒的关系，它的演变很快。然后你刚才一直有提说，老师要辨识出问题的存在，对，所以你觉得老师在这一方面的培训跟得上那个步伐吗？我所了解的读中都是蛮重视这个事情，而且有设置辅导处。那么很多事件发生之后，其实读中都会进行内部的一种自我的革新，只是他们不一定有对外讲出来。那么读中的家长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在处理霸凌方面，虽然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只要家长跟学校配合，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那么其他的教育机构霸凌的现象处理到怎么样呢？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那个学校的主要的负责人、校长，或者老师是不是能够去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呃，就我们不能全部依赖学校，因为我们会被认为，哎，我送到学校，然后你学校有霸凌事件，那是你的问题，那不是我的问题，问题这是你孩子啊，那你还要不要这个孩子？要的话，就我们一起合作嘛。不管是任何读中、国中或者国际学校，我觉得一发生霸凌问题，可能父母还是要亲自到学校了解。但是孩子他可能不喜欢父母到学校了解哦。好，他会觉得很丢脸。不是，他怕继续被霸凌，因为你知道，其实他是受害者，他不是闹事者，但是他有事情，他不一定敢跟训导主任或者老师讲，他要做一个乖小孩啊。所以在学校方面怎样处理这样子的我们都会告诉学生，你遇到霸凌问题，你一定要跟我们讲，你不要默不作声，你默不作声，你可能变成霸凌的帮凶。那在以播中为例啊，可能其他的学校你校长可能不太清楚，但是以播中为例的话，在社会上的这种校园霸凌事件频传过后，其实学校有采取了一些怎样积极的措施，或者是一些那个通报系统有怎么样的提升去改善？会有的，比如说最近发生很多事情之后，那么这个我们会加强那个投诉的信箱，就是一个 email，然后直接到这个训导主任那一边，然后我们会议上一定讲啊，一定要讲这个事情，然后提醒，然后公开在座位上也讲，你们可以做这个投诉。那么那个校园不幸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平常其实都有进行那个，比如说不准带刀片进来啊，指甲剪啊，那些利器都不准带进来，就是会涉及这个危险物品的，我们都不允许，所以就加强这个检测。那么开会的时候，我就会询问，哎，这个有什么发现吗？那他们都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工作还是由我们来做。我们不需要警方过于去直接介入，因为这个校园的范围，有时学生看到警察会害怕。当然，警方的用意是好。而且这个是中学，然后一般上中学生来讲的话，我会觉得他们也会知道说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像譬如说一些很震惊的案件发生了，你怎么样稳住学生的情绪？又或者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当社会上发生了这一类的事情，很可能会影响有这种倾向的学生也去模仿。所以我们的神经就绷得特别紧的。然后，因为平常我们已经有鉴定的一些可能会有类似倾向的一些学生，那我们的就会即刻通知辅导主任，主动会去关注他最近的状况怎么样。当然，这关注不是一时的，因为有些它涟漪效果是可能几个月之后或者明年它会继续发生的。所以像最近一个事件，我们有采取的就是我们就
因为我们有跟别的有校联络，别的有校也会给我们一些 PPT，针对这个事情我们做了一个 PPT，那我就他说他允许我用，那我看了一下，觉得符合我们马上就发到那个班导师的群组，第二天是班导师的时间，所以他即刻就在那个班上放出大概这15分钟的一个 PPT，然后加以讲解，然后把事件的经过讲一下，然后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不要去转发，不要去那个散播。对对，然后我们要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观察，然后我们也可以关心一下身边的人。我们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另外我们也发了一封信给家长，请家长注意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假如说家里有孤独儿，就是说没有人关心的一个小孩，虽然父母默默关心，但是没有讲话，他每天关在房里，那这个时刻其实还是要注意，因为孩子他们会接触这些。另外一个我比较关心的就是，对于校园霸凌，老师就是在第一线，对，他是最先可以辨识到的，他甚至可能是霸凌的受害者。然后，所以遇到这种事情要处理的时候，老师难免会有一种心态说，啊，我想帮，但是我又怕做错，然后怕被误解，甚至怕被投诉的，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呃，然后要怎么调整？班上我们会让这个班导师把这个事情上报到训导处，那么训导处就会展开调查，而且该记过的就记过，该劝解的我们会叫到辅导处去进行这个劝解，我们就不会给这个班导师压力，班导师只要帮我们发现问题。那么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工作坊，请专业的那个辅导员来训练我们所有的那个老师，就中文跟英文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训练那个整个工作坊非常的那一种非常实际而且震撼。比如说你叫一个老师扮演霸凌者，他就要站上这个椅子，然后指着下面，因为居高临下嘛，是象征一种权力的概念嘛，然后用很粗鲁的话来骂这个学员，但是我们的老师骂的也是有限度啦。当然，其实像你讲一个孩子笨，其实是不行的，这孩子会受伤的，会受伤。包括我本身也被也以前调皮啊，应该是我调皮，但是我渴望的是得到鼓励，而并不是责骂。所以当我一个作文写不好，英文作文写不好，老师给我一个非常差的评语，说你很贫穷，你很可怜，那这字眼线还印在我心里。虽然我已经很大了，我也不怨恨老师，但是那个模糊的记忆在那么幼小的年龄，霸凌的经验对他们是很可怕的。家长的心态其实也深深的影响着孩子怎样去看霸凌，所以其实除了学校之外，家长的态度也很关键，对不对？家长第一，我觉得不要以暴制暴，因为难免有些家长会觉得我孩子不要受任何人欺负，如果有人欺负你，那你就打回他或者讲回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那这个孩子交到我们学校来，我们要从头开始教育他。我的教育方式里面，重点是我不要还手。你可以逃，你可以走去人多的地方或者有老师的地方。我们教小孩都是这样的，我们不会教小孩子还手。但是如果家长教小孩还手的话，或者言语上再讲回对方的话，这本身它就构成了一个触犯学校的那个举例的问题，那我们就一定要加以处理跟记过。那像现在那个刑事法典也承认这种语言的暴凌啊，或者什么，所以你可见他已经开始用法律来处理。但是这真的会有效吗？我认为真正长远有效的，还是学校的教育里面一定要让孩子能够明白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以暴制暴，不是你凶我比你更凶，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了。然后其实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老师在处理校园霸凌上面的两难嘛，对不对？然后甚至有时候因为某些事情，然后因为情绪一下子上来，老师可能也成为霸凌者，语言上的霸凌者。所以校长你怎样看待这个现象？学校有没有办法去帮助老师去觉察、去调整？我们的教师伦理里面、手册里面都有规定，我们不允许对学生使用那些不好的语言，具有贬低或者开玩笑，或者涉及有性暗示的那一些笑话，或者是言语，或者对对方身体的那一种描述，我们都会告诉老师这个样子。一旦发生了，我们的方法是劝告，请老师到我面前劝告。
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给警告信，就按照正常的这个劳工法令的程序来处理。那么老师一般上被劝解之后都会接受。那么当然最怕的就是之前 MeToo 事件里面发生的，就是我们掉以轻心，不是我们不好，不是处理的人不好，而是可能我们不懂怎样的处理方式，还没有一个很好的 SOP 流程。所以像现在经过这样的一轮之后，我们都应该吸收到教训，要有一个可以举报的信箱，有举报之后一定要调查，调查之后一定要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就看你怎样去处理。当然，我觉得社会要求公布这些东西，有时不一定会是对的。只要学校有处理，能够让双方都能够处理，教育能够完成，我觉得我们就完成了学校教育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了。因为我知道校长本身也有常去国外去考察，那有没有从国外吸取到一些在处理校园霸凌方面的一些很好的做法？他们每个地方的国情不同，不过我们了解我们学生的这个情况哈，比如说基本的我们都可以做到，比如说我刚讲那个老师对学生除了语言上不要这样子之外，第二我们不要老是碰触学生的身体，不管任何老师任何学生，即使很接近，对对方很想鼓励的话，其实都尽量避免。而且不适合。其中有一个，比如说鞭打的情况哈，比如说这个学生他有一个情况是这样的，这学生他打就受伤了，然后这个手指这边刚好这边就折到了，然后第二天他犯错了，然后那个鞭打一边下去刚好打到这边，所以他就变复发嘛。那我就去安慰他，那还好他很大方，他不会责怪我们，因为老师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不需要鞭打的话，最好不要鞭打，而且要用其他的方式会比较好。然后在过去，你当校长，播种也好，培中也好，有没有试过处理说一些比较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然后你觉得说方法很好，又或者是你在学校、家长、老师、学生这多角关系里面，你觉得很关键的注意的事项是什么？一定要家长的参与，而且家长一定要听两边。家长不太适合说，然后我在学校我要去见你的那个霸凌我孩子的那个学生，我们不会让家长轻易见我们的学生的，也不会轻易让这个家长跟对方那个家长见面，这些都不是很适合的方式。一定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因为发生在我们这边。即使发生在校外，其实我们也很尽责的把他们约到我们学校里面来，把话谈清楚。所以一般上都能够解决。我觉得要顺利的解决霸凌事件，一定要这三方，就是家长，就是霸凌者跟受害者的家长，然后被霸凌学生跟被霸凌学生以及我们校方这五组人坐下来，而且不是解决一次性的问题，而且还要比较下来继续关注。在这方面有没有要对家长、对老师，甚至是对学生说的对，话？我觉得，就家庭各位父母很辛苦你们了。这个做妈妈、做爸爸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学习。最怕的其实我们也了解双薪家庭或者忙于工作的这个情况，这个的确是父母会振振有词的来说，我真的没有时间。但是我真的恳请父母因为孩子只有一个童年，孩子只有一个18岁之前，而且孩子应该是18岁之前，你有能力教育他，18岁之后一般上他可能就飞了，他也成长了，所以掌握前面的黄金期，那么要跟孩子建立比较亲密的关系，让他跟你无所不谈，而且听你的话，一定要在6岁之前或者12岁之前。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晚上睡觉之前陪孩子讲讲话，3分钟、5分钟都好，一直到18岁为止。那么进入青春的同才期，他可能不喜欢跟父母出去，那不要紧，征求他同意，就在睡之前去坐在他床边，跟他比较温暖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千万不要教训他，只要表示理解懂他这一天怎么样就可以了。只要有这个基本功夫，其实孩子遇到霸凌或者霸凌别人，我们都游刃有余，能够去好好的处理这个问题的。老师呢，老师方面，我觉得这也辛苦啊。
对，老师很辛苦，老师要配合学校加强的那个有关这个霸凌教育的这种预防，然后能够把自己的那个注意一下自己的那个对学生的那一种言语，然后动作，因为我们要以身作则嘛。学生如果从我们身上学到比较温柔、比较有温度、比较有同理心，我觉得我们教出来的孩子、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有温度、有同理心的一个人的。所以整个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学校文化、学校的氛围，对孩子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而不存在于你去教学或者什么，因为他看你的行为来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校园就会慢慢的美好起来。不要要求一下子啦，因为你一个校园氛围的形成，至少要比如说5年、10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基本上是6年或者5年嘛，一个个出去之后，然后才能形成校园的文化。大家要对学校的教育还是抱有信心，因为我们舍弃这个信心之外，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如果一起去责骂或者去指责，或者埋怨的话，或者讲学校已经不再安全了，那个对我们有点打击，因为我们真的很努力在做很多的事情。学校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学生还是很有幸福感，是很快乐的。当然，读书一定有压力，那个是难免的。对，好，非常谢谢校长今天的分享，真的是每一天每个人一天一小步的话，事情一定会有美好。我从校长身上感受到了很多正面的能量，谢谢校长。谢谢。张校长刚才的总结呢，其实就很好的概括了校园霸凌的这个课题。那他虽然没有什么很富丽堂皇的措施，但是他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课题之上，少了学生，少了家长，少了老师，少了你和我，缺一不可。所以非常感谢这一集的荣誉赞助 Cola Kids，让我们有机会可以针对这样的课题展开深度的对话。所以继续守住我们的立懂什么，下一个课题我们继续一起去搞懂。